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吃完红利又想独自美丽，揭秘诚意的避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又当又立，泛指明星言行不一，想当演员又不想当流量，或者自认其不卖人设却靠人设火起来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意思，也就是吃了红利之后想要独自美丽的意思。其实娱乐圈有许多又当又立者的存在。最开始这个词火起来是由于某明星单改翻红之后拒绝大众说其单改起家，而被网友吐槽。其实这个词也可以用在程毅身上。自从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火起来之后，程毅与袁冰妍的 CP 着实令人上头，但两人距离恩爱，剧外疏远避嫌，寒了不少剧粉的心。最近皇后刘黑胖新剧开播，辣目洋子等主创发布会现场，与程毅脸庞相似的李弘亦全程黑脸。由于俩人惊人相似的脸庞，不少人再次想起来程毅故意避嫌又当又立的事情。其实娱乐圈如程毅这种明星大有人在，可以说他的避嫌暴露了不少内娱秘密呢。01仕途多舛，遭业内人打击。比起不少非科班出身的演员，程毅是实打实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大专班的。但由于娱乐圈最不缺的便是帅哥，程毅入圈并没有惊起惊涛骇浪。相反来说，自他10年入圈以来，演员事业算不上顺遂，反而是磕磕绊绊长大的，所面临的压力也很大。科班出身的他并没有在演戏方面多好，相反的，在试戏的时候被导演说过不适合当演员，让他几乎怀疑自己的能力。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程毅称入圈以来，这是遭受到最大的打击，还好1年级挽回了他的演员生涯，让他用实力证明自己。但他虽饰演了不少角色，但一直都处于人不红的状态，连代言都没人找他，看起来实在是太苦了。或许这就是娱乐圈的现状吧，不红的人连代言的没有，红的人代言都是用挑的，而越红的人气代言费也更高，想必这就是很多明星想要出名的原因吧。但人嘛，总是这样，越说他不行，他就越反着来，或许这就是少年时候的勇敢吧。程毅想着自己一定要学会演戏，只要学会了干什么都行。娱乐圈有很多这般书生意气之人，很多人都没有成功，但程毅靠着骨子里的韧性，学会了表演的技巧。为了拍戏，他穿梭于各大剧组之中，拍戏拍得累到在片场就睡下，也不管身在何地。就像我是路人甲所说的，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才是你的发动机。为了拍戏，程毅的生活中只有演戏。2019年了，你敢相信有人不会用支付宝吗？但程毅就是这种巨人。为了塑造角色，他减肥15斤，学会劈叉，在诸多演戏技巧加持之下，程毅终于获得了导演李安的夸奖，称其眼神相当锐利有神。作为一个演员，眼睛是多么重要。吴倩合作过不少当红男星，除了好看的外表之外，也就只有那无神的眼睛让观众印象深刻了。02成也司凤，败也司凤，没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在程毅准备好迎接成功之际，电视剧《琉璃》的出现无疑是让他登顶的机会。随着仙侠剧的发展趋势，只要剧情合理，主角团队人设在线，成功是必然的。琉璃便是这般，在电视剧火了之后，主演程毅算的上是功成名就，借着司凤的滤镜让无数粉丝着迷。相同的，女主袁冰妍的拥护者也有很多，两人的 CP 粉直逼顶流，看来观众着实喜欢这口啊。但程毅没火多久之后，他便在万众瞩目的直播见面会上干出了令人惊愕之事。由于袁冰妍的颜值在整部剧中没有什么颜值优势，
不少观众也称其主演是靠关系来的。在见面会的时候，本来应该表现出很亲近的程毅与袁冰妍，两人总是相隔甚远，看起来关系不好。当主持人想要俩人站在一起的时候，程毅都有些不愿意。其避嫌意思相当明显，看着这种场景着实令人尴尬，想必当时袁冰妍内心不好受吧。在此事过后，不少观众对程毅的私愤滤镜碎了一地，粉转黑的观众也大有人在。同期由于这件事，圈内不少女明星也纷纷避嫌，导致程毅参演的电视剧女主人选迟迟未发声明。03无独有偶，娱乐圈的避嫌 CP 党。其实程毅避嫌也有迹可循，毕竟他接下来也有不少电视剧上映，若是一直保持和袁冰妍的热度，对于其他新剧的宣传不大好。但程毅其实可以做的体面一点，在见面会的时候保持司凤对玄机的喜爱，过完之后热度退却，避嫌尚可。不过娱乐圈这般行径并不奇怪，若是热度过完之后，两人还保持若有若无的亲密状态，便会被媒体称因戏生情。做演员实在是不容易啊！就像最近热播的古装电视剧《长歌行》，有女二装扮出彩的迪丽热巴登上了女主的平台，但风头都被赵露思压着。同时，迪丽热巴与吴磊的 CP 也被不少观众吐槽不入情，俩人在一起就像姐弟一样，看不出恋人的状态。同时，俩人在新浪扫楼的时候都表现出不大的亲密，本是为了宣传电视剧在一起的，但俩人坐在沙发上的样子就像硬生生的搬过来参加一档节目，其避嫌意图可见一斑。剧外避嫌情有可原，毕竟俩人都是热度比较高的明星，传出恋情对于俩人的公众形象不符，但在剧里俩人的亲热戏也可以用秒替，着实令人不解。再则就是任敏参演的古装剧《清平乐》，她所饰演的徽柔公主与太监怀吉的避世爱情，看得人心发颤。俩人 CP 的势头也远超主角 CP， 甚至不少短视频平台在其播放之际阅读量过万，其人气可见一斑。任敏作为一个99后新势力，完全让观众看到了她的表演力。甚至不少观众都称其会成为小周迅。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中的公主角色，将徽柔的爱恨情仇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部剧给她带来了不少热度。同时，怀吉的扮演者边城，别看他在剧里把徽柔当成妹妹的存在，但实际上他是个00后，不敢相信吧？作为00后，演技如斯着实不容易。但他的滤镜在两人上直播的时候便被观众恶心到了。边城在直播间的时候一直说任敏的事情，并且开玩笑说他脚臭。当工作人员体现他不要再说时，还一直喋喋不休。虽然是个04年的弟弟，但入圈了就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此事一出之后，不少 CP 粉纷纷塌房，并称边城应该先学会说话，再来演戏。反观同期播出的另一档电视剧《司藤》的张彬彬和景甜，俩人在剧外亲密的样子，仿佛让人魂穿司藤剧情之中。作为同样热度的明星，俩人为剧作做出贡献，不避嫌的看得舒服多了。还有便是《阳光之下》剧组的彭观英和蔡文静，俩人除了演技用心之外，在电视剧积攒人气的时候，都会相互进入剧情人设，并且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互动，看得人又气又爱。在 B 剧的氛围之下，不少网友纷纷希望他们俩能进行二搭。随后，《阳光之下》原作者还亲自操刀，为其开设了一个新的剧本。话说回来，不少人会觉得，要是不想合作的话，为何还要合作呢？想要合作的话，为何不真诚一点？或许这就是内娱电视剧的现状吧。就像尔冬升说的，他拍电影一部剧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而电视剧一般都是几个月就赶出来的。相比之下，电视剧的镜头比电影多上10倍，称电视剧为快餐文化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说，一部好的电视剧，除了演技在线外，导演的实力、演员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